小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做噩梦，很多时候半夜3更被吓醒了，但每次我爸都会说：“怕什么呀？那些噩梦都是假的。”但不管他怎么解释，依然消除不了我内心的恐惧。直到有一天，我妈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这个噩梦是一份礼物，那他想带给你些什么呢？当时我想了许久，心里就蹦出一个词：勇敢。当这个勇敢说出口后，我立刻就感觉释然了，内心也充满了力量。当然，对于现在的我而言，不会再受到梦境的影响。不过也正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提问，激发了我的自我觉察、自我探索，让我越过问题，寻找到了它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在问题中寻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并且有意识地去关注它。我开始留心起身边同学的对话。哎，这节课讲的什么呀？完全没听懂，心烦。这周天又要补课了，没办法，数学就是差呀。哎，下周又要考试了，烦死了。生活中这样的抱怨耳熟能详，心里感觉是疲劳负累。我尝试换一种心情。下周天需要补课了，我的数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节课有很多知识点没搞明白，我下课一定要去问老师。下周就要考试了，检验成果的机会来了。我不去怀疑能力，不再瞻前顾后，我通过行动去见证能力。生活就是最好的操练场，我感觉这似乎也不难。这种感觉让我很兴奋，我立刻就开始践行。首先运用到早起上学这件事情上。我相信对于早起上学，很多孩子和爸妈都很头疼吧，其实我也不例外。这个闹钟的声音大家都很熟悉吧？每听到它，我的心里都又爱又恨。小学期间，我妈每天都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以确保我每天准点到校。而我有的时候还不领情，怪她太烦人。直到初中，我妈跟我说，早起上学是你自己的事情。于是我们就约定好，1个月不喊我起床。我当时心想，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早起吗？那设个闹钟不就行了吗？但是第一天我还是有点害怕迟到的，所以我就想着多设几个闹钟。我每天7点钟需要从家里出发，那我从5点钟就开始设闹钟。当时我设了12个闹钟，每隔10分钟闹一次。最后我把我们家所有人都闹起来了，但我依然躺在床上。最后是磨磨蹭蹭起了床，勉强的赶到了学校。初中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喜欢微笑着站在校门口，微笑着说：“同学早啊。”但每次我进校门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同学了，所以渐渐的，校长就认识我了，甚至连我的名字也知道了。但是他每次依然微笑着对我说：“马同学早啊。”这让我忐忑的心得到了温暖与鼓舞，也坚定了我早起上学的决心。明确了那个我想要的结果，接下来就是制定详细的计划。我觉察到闹钟是提醒你立刻起床的，就好比部队的起床号，铃声一响，当下行动。也正是这种点滴的觉察，让我不断的去思考，去完善我的早起计划。渐渐的，我的闹钟从12个变成了1个闹钟。我想象着我准时踏进校门，与同学们一起交流，主动的和校长问好的画面，我的内心就无比的激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1周是真心难熬，但我就是坚持去做。原先计划好的时间，在睡意中变得缥缈无际。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去缩短早餐的时间。餐桌上的饭
2-3口就解决了，鞋带顾不上系就往学校飞奔。第1周在匆匆忙忙中手忙脚乱地度过了。一次次的碰见校门口的校长，我的内心有内疚、恐惧和担忧，但每次看到校长友善的微笑，都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被肯定。所以这种感觉也激励着我，我也渐渐地适应了这种作息。我发现其实起床的过程是艰难的，但当你真的能在铃声一响的那一刻你就做到起来，那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轻松，那之后的过程也变得从容了。1个月后，起床这件事变得稳定而又平常了，我也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淡定。上了高中，在和我妈的一次闲聊中，她告诉我，其实之前校长就有找过她，反馈了我迟到的这个现象。但当校长了解到我在自我管理的时候，他表达了一种理解和支持，感谢家人和学校给予我时间，在实践中通过自我觉察，一步步地迈向那个我想要的结果。当然，行动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行动，这种思维模式会变成你的一部分。当然，在我们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经历失败，但我们总是可以从中收获到帮助我们前进的自我觉察。在整个的过程中，也有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自我激励。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向我反馈过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他晚上的时候学习热情非常高，他甚至会提前为第2天明早进行一个学习规划。我明天5点半一定要起床，半小时口语，半小时写作，刷完一套题正好去上学。但每到了那个闹铃响的时候，他就把手机一关，倒头继续睡。他说每到了那个计划好的时间，都好像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在跟他说，没事儿，何必起那么早呢？7点钟才上学呢。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声音可能会让我们丧失动力和热情，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持续的内驱力。那么怎样才能收获一个持续的动力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视觉化功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千万不要去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瞬间就浮现出了一只粉红色的大象。因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视觉化功能，那么如何运用这样的功能就变得尤为重要。其实你会发现，关注你自己不想要的结果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比如某人对你说，别把那个玻璃杯打翻了，那样里面的牛奶会倒出来的。那这样一来，你的脑海里又浮现了怎样的画面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希望看到的都是美好的，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上去。假如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实现了，那么成功的画面会是什么样的呢？你又在这幅画面的哪里呢？你在这幅画面中可以感受到些什么呢？其实这是一幅愿景，一幅让你动力十足的愿景，它可以激励我们去实施行动，收获觉察。通过更多的实践和觉察，我发现这种思维模式在沟通中可以迅速地激发起动力和觉察。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是一名大学生，他就向我提到了他此时
在大学面临着的3个选择，一个是读研，一个是毕业后就找一份工作，还有一个是出国留学。但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面临着付出和舍弃，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焦虑。因此我就将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运用到了对话当中。听他说了许久，我问了第一个问题：那么你想要的那个结果究竟是什么呢？他陷入了沉思。过了许久，他说他想要在保持自己对于专业热爱的同时，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明确他想要的那个结果以后，我又问了第二个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可以为你带来些什么呢？这时他说了3个词汇：开朗、放松和充实。于是我又问道：那假如这个你想要的结果它实现了，那么成功的画面又会是什么样的呢？这时他说他看到的那幅画面是他在环游世界，微笑着和每一个路过的人去问好，一种自信，一种轻松，一种愉悦。于是我就邀请他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画面里，这样的一种意境下。我问道：那么那种状态下，那种意境中的你，就想对此时此刻当下的你说些什么呢？他想了许久，他说那个时候的他想对此时此刻的你自己说，你做的是对的，要坚持去做真正的自己。当他说完了这句话，我能感受到他的语气完全变了，变得开朗、乐观，甚至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于是我又问道：那假如此时此刻你就做那么一点点，往你的那个愿景上去靠近，那么你能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他脱口而出，他说他可以和他的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吃吃饭，放松一下。我又问道：还有呢？这个时候他想了好一会儿，他说他可以重拾自己小时候的绘画爱好，通过画画记录生活的美好。他说他可以在图书馆里面读书，因为高中的时候最喜欢泡在图书馆里了，读书可以为他带来充实和愉悦。他说他可以自觉地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因为手机会为他带来焦虑。当他说出了这些觉察以后，我能从电话的另一端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兴奋和喜悦。当然最神奇的部分是在第二天。那天我起得挺晚的，但是我看到有人6点多就给我发了条信息。带着好奇，我点开了它，我发现原来是昨晚电话的好友6点多就给我发了一个定位，分享他已经在图书馆里面开始读书了。其实我与他的对话也就30分钟左右，不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已经从30分钟前那个焦虑迷茫的他，变成了30分钟后这个积极、有动力、有行动、有规划的他。其实他在整个过程中，自我觉察得到了激发，他自己主动地步入了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先是他想要的那个结果，然后是价值、愿景和行动。而我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仅仅是一个提出问题的倾听者，没有给予任何的建议。所以也正是他完成了整个过程的探索和觉察。其实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它其实就像一把通往内心的钥匙，为我们打开无限的可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能力和潜力去寻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找到那个我们想要的结果，并且有意识地去关注它，我们就能步入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当我们的自我觉察得到激发，你就改变了你所看到的世界。谢谢。